怎么讲这不好听，但我们在等房价跌，一跌那种收租的东西香到爆裂，那我们就全部都转到那里去就好了。然后我原本买的什么3房2厅、2房1厅我们就继续放着放生出租没差，反正持有成本那么便宜，等到下一轮大涨再说嘛，就是这样所以台湾房价你要发生腰斩，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就不应该发生它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跌3%啊，包租公又出笼了跌5%包租公又不知道哪来一波那么多钱，然后又出笼了然后就卡在这边。你要更便宜也没办法台湾目前房地产现状就是长这样，你要到房价腰斩真的是不懂呢，要什么情况台湾房价要确实出现腰斩？不知道呢。那个即使我现在看很多那个什么以色列、黎巴嫩直接那个导弹就把整栋大楼这样炸掉，那旁边还活着的大楼啊，你要它怎么腰斩？对啊，然后这个战事如果很快就结束的话，整个土地上的房子不是就变少了吗？对啊，因为其他都被炸掉了。那你那时候有什么便宜的理由？不懂，我想不到。房市会崩盘吗？为什么就算崩盘你也很难吃到？先说结论因为当房市崩盘的时候，股市早就跌得密密毛毛了，所以到时候你花大价钱你去买房子，这件事情有点反直觉，到时候你没经过训练会很难下手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没老婆该买房子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为什么房子很难跌这次会想要聊这个题目是因为在第7波信用管制以后，看空族果然又出来生龙活虎跳了又在讲这个房价即将崩盘怎样怎样又怎样那边高潮那我也看好几个就跑来留言区或是跑来我的 LINE 里面直接那边开酸那我们今天就来打一下他们的脸，讲一下说为什么房价很难崩。一样先说结论，因为房价这种事情它有所谓的僵固性这是经济学名词你不知道僵固性是什么，你问一下 ChatGPT 它会解释给你听。好，那就是说它轻轻一推它就会上去，然后你让它往下掉超级之难为什么？在台湾的状况，核心状况是这样：持有成本很低，超他妈低房屋税、地价税，你这买房子之后，你再缴了，它不就大项目就是房屋税、地价税跟那个管理费，大楼的话管理费，剩下基本上没有花到什么钱了，连外墙什么定期整修维护翻新都没有，对不对？然后那个公寓在洗楼梯，那不是一户几百块的事情就这样。那例如你现在持有一间老公寓也不用信义区啊，双北就好，大概如果好一点到1500万那你持有成本多少？地价税不到1万嘛然后你买的是预售屋新成屋的话会贵很多。那房屋税更夸张，房屋税是算那个建物的你去一个老公寓快40几年、50几年，那个产值几乎是零，那么零就是不用缴税，就很夸张啊。台湾就是这样不知道我们当初那个官员在立相关法案的时候派代表团去各国去了解他各国的税法实行的细则这个取各国之所长回来，居然设计出这个样子，你说不是自肥我不相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有这个前人的庇应嘛你还不做房地产，莫名其妙股市跟房市差别很大，是因为股市怎么样，他们必须依赖国际的资金，就是外资嘛，所以你就要是外资能够同意你的规则，他们才愿意进来。房市不是啊，门关起来自己玩那就是台湾规则预售屋的那个房屋税新成屋房屋税预售屋没有房屋税，都还没门牌还没拿到，但你那个新成屋的房屋很贵真的是很贵，它是算那个房屋价值的好，那是对于整个房价来说还是叫做不痛不痒它占不到你总价你维持成本占不到你总价每年总价的，我看 0.5% 都不到就是这样，所以就不会痛嘛。所以像现在遇到信用管制的时候，你可以怎样你就先不要卖，你就归起来啊，你等政策松绑大家在那边很好贷的时候你再卖啊什么时候会松绑？通常都是这个也弄出 SOP 了这个通常就是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你那个县市长跟议员的选举还好，影响不大通常是那个4年一次的总统大选。讲到选举，我特别讲一下总统大选它一提出的那个东西政策就是全国性的，
但如果你是县市长的那个选举哦，选议员、选市长哦，选总统、选立委嘛，你是那个县市长的选举哦，是有可能会拿到这个持有成本的降低，但它已经很低了，有什么好降的哦？因为这个地价税这种东西哈，这都地方税哦，交给当地的。那他为了选嘛，然后就会开一些支票，所以它影响有限。反而是那个总统大选哦，一选就是全国哦，一讲话就是全国，新青安一上就是全国哦，就是这样。好，那4年一次总统大选哦，那你持有成本多少？那就没多少，不用再算了，你就是等就对了。总统大选前夕就会端出牛肉哦。我今天录这支影片的时间是2024年的10月25号，10月25号。其实我们2024才投完总统，你忘了吗？嘿，才投完总统呢，赖总统上任。那请问啊，新青安什么时候？去年的8月哦，7月31以后呢？去年的8月开始啊，这不是总统大选前半年吗？对，所以下一次总统大选的前半年都有机会啊。以房地产的周期来讲，这个都到很短啊，马上就会到的事情，所以你就归起来，你就慢慢等嘛，就这样哦。所以你要知道，为什么屋主不会降价求售？因为房子是很大很大的钱，它大到你怎样不愿意认赔杀出？怎么说？假设现在房价崩了哦，崩10%，请问你会拿出来卖吗？我也看现在不会哦，为什么？因为持有成本啊。相对来说就是低了非常非常的多。假设你这间房子1000万就好，然后房价下滑10%，你现在卖亏掉100万，再加上什么中介费然后有的没的，只多不少。如果你不想卖的话，你就是继续缴你的那个有跟没有一样的地价税、房屋税来，你看这个左边是继续持有，损失是每年的地价税1万块，右边是认赔杀出，损失就是100万以上。就是你选哪一个嘛？只要是正常人，应该都是选损失少的嘛。这个就是房子的僵固性。今天如果卖家发现价格不如预期，你先考虑一定不是降价出售，而是晚点再说，晚点再卖。最后你要知道房价什么时候会跌。好，那房子什么时候会跌？房价会跌就是2种情况。以台湾现在来说，第一个对面打过来，第二个台湾发生超大地震那或是什么第3次世界大战等等有的没的到时候房价这个不叫崩，到时候是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买卖因为大家人心惶惶那有人会希望抱现金在手上，所以会愿意认赔杀出有的没的，赔10%算什么？赔20%我也愿意卖，我赶快跑啊就是这样吃吃你有机会拿钱来抄底房市吗？你敢吗？台湾是发生过的两岸飞弹危机。两岸飞弹危机的时候，你去问你那个爸妈是不是都有一些差不多比爸妈年纪再高一点的长辈们也不用很老大概现在60岁、70岁左右，他们当年怎样强的人都怎样，都跑去美国移民，对不对？为什么？两岸飞弹危机啊那现在还在台湾的都是当年移民移不出去的人换句话说，都是弱势族群，就是这样就讲那么难听。结果你看。弱势族群继续在台湾持有台湾房地产，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啊？反而那些移民到美国的本来就有钱但是他就是会把台湾的资产都卖掉，跑去美国。好，这是一种选择我们不能说人家怎么样，只是说现在回过头来看，你不觉得当初都在台湾就好台海飞弹危机这个多好啊，这个妈抄底抄起来。如果你知道2024年的房价，你就敢抄结果也没打过来嘛结果我要继续持有比较好。好。如果你是来自未来的人，你就会做这种决策。但是问题是现状大家都不知道，现在的风声鹤唳就像当初的情况，只是没有那么激烈。那时候是说什么飞弹都对准了那我们现在的话，你看联合利剑演习 A、联合利剑演习 B 都结束了，我们台湾人好像也没在怕了。然后我还看到一个很靠北的，就是那个北部有那个军营怎么样？因为要因应共军突然发动的联合利剑演习 B。然后全营紧急召回他开始进入这个接战什么没的，然后被抱怨靠北军人在抱怨这样影响大家放假。我说看，对啊这种新闻给对面看到不是信心大增。然后后来还有新闻稿出来是军方在解释说我们后续的补修事宜都已经完成协调。军人好，我不是讲军人怎样我要是现在是在当兵，我也觉得这件事情很靠北，怎么突然他妈我假都排好了，然后呢对，但是就是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嘛我们在台湾我们就对面对面突然来个这个那个巡演然后紧急召回就召回了嘛，对就只能这样嘛军人就是这样，看看叫义务役叫很大声，这个我能理解这就是被抓去当兵了。
自愿役就对不对？这是你工作啊。哦，现在看到我们在被工伤，我们讲回来哈，抄底房市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难，除非你的银行簿子里面随时趴着好几千万，不然你要怎么危机入市？你要怎么现金抄底？你没办法。但凡有能力在做任何投资啊，能够让你的存簿里面趴着好几千万现金的人他就不废嘛，他就不废，怎么会趴着好几千万的现金不去放中华电信领个股利或是干嘛的，对不对？所以等危机入市，你也要看啊，就是到时候是长什么样子，否则到时候有一点状况的时候，台股是风向标，它一定是率先怎样受到波及。像这张就是说在921地震的时候的股市走势，我照顾一下 Podcast 的听众，反正就是跌了就几乎是没有量下跌了，就这样。921地震那个台股整体都是下跌的那是 K 线图，那个 Podcast 的听众看不到画面没差，反正你就是知道说那个921地震以后就啪啪啪就一直跌啊，这样就对了所以你跟我说你会在那个时候卖掉正在下跌的股票来接手正在崩盘的房子吗？卖骗不可能的代志，你就被套了，你会那么弄好，如果你对房市这么有信心的话，你早就是满手房子，我不骗你。所以很大的概率是什么？那就是你看那个到时候出了什么状况，股票已经顺崩，然后你换档就还是股票你就赶快把它换成什么钢铁水泥那种不会动的啊，房市又跟你没关系了我不相信有谁有那个勇气第一，不存在持有好几千万现金趴在银行簿子里的人在那边等，到现在这种情况还在等那个要危机入市要房市抄底，这种人一定有，但不会是我们这种普罗大众那再来的情况是大家都去做股票，因为现在做股票就是讲话很大声的一方嘛大家都去做股票，连小资族都在那边说什么存股就是做股票，然后一发生有闪失，大家都被套住的情况之下，你钱都在股市里还套住赔钱中，你要怎么样把它瞬间把它拉出来然后去抄底房？不会啦，就不会有这种人啦，反人类啦。所以你看那些酸民们在那边讲房市会崩，然后真的崩了，我告诉你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他们没办法减，他们也不敢减，就这样，他们就在那边口嗨，那边叫跳而已。真的敢去捡便宜的就只有我们这种自产一族。其实我不是看好台湾房市，你知道，我看好是通货膨胀啊通货膨胀是现在文明社会这个时代的，你要怎么理解它？这个时代的肿瘤就也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反正就是一个肿瘤就是这样，通货膨胀它就是会永远存在在我们现代金融体制上。就有通膨，你不去买房子，这在想什么，对不对？好啦，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讲为什么房子很难跌那我们先聊了，在这个第7波信用管制以后，看空主果然又跑出来口嗨了在那边觉得房市要崩腰斩，我妈腰斩这两个字有没有讲得出口？这个我讲八卦的时候，我来翻盘给你看那我的看法是这件事情怎样不会发生，因为台湾的房地产怎样太硬邦邦铁板一块了，这就是房东们的持有成本低到爆裂所以大家都没有急售的压力，大家说不然我再继续等看所以他不需要降价并且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假设现在突然发生房价崩了10%，那对于这个屋主来说，他卖掉瞬间会损失100万以上那他不想认赔的话，他只要继续缴那个什么1年1万块有找的房屋税地价税就这样。所以大部分的屋主都怎样，就是给他撑着嘛，这叫撑着，这不叫咬牙撑着，那牙都不用咬，那个有什么压力需要你咬牙就这样放着，反正就算过10年没差嘛，对不对然后这个房子出租中嘛那个租金就可以冲掉这个持有成本了。好，那只有在2种情况之下有可能发生房市的大举崩盘我说台湾现在的情况第一个是武力犯台就是对岸对面打过来，我们要正视这件事情，不要在那边自己催眠自己武力犯台这件事情，谁敢说100%不会发生？你叫那个人出来，对啊那个人就是对面派来的，我跟你讲再来是台湾发生大地震这个事情你看4.3大地震，花莲说震就震了，我在台北也是，我看那三小这不对劲那边摇爆水管，什么事情都有
这件事情没办法预防。但此时台湾的股市也会立刻受到波及，所以你想要等到房市大量崩盘的时候，你要去抄底，你要面临的情况是你必须卖掉你正在下跌的股票，然后买一个也正在下跌的房子。这东西反人类，你知道这个操作叫反人类除非你没有七情六欲，不然的话这种你没办法做了我也没办法做了。所以这个时候还能够捡到便宜的只有那种长期自产一族，就是他哪有在管，他有钱钱够就买了，那在管多跟空有钱的话就买好一点没钱但时机不好房价崩盘的时候他原本预期他可以买个3房2厅平面车现在可以买2间，那就买2间，那么管他房价怎么样就是这种人你讲死多头也可以就这种人才能够抱到最后笑得最大声，跟你家亲戚一样，年轻的时候买房子撑到现在都不卖。其实你家亲戚是厉害的，你知道为什么？中间诱惑那么多，中间大立光5000块，中间航海王，中间动不动有一堆股票他都没有去起心动念去把他的房子卖掉来做股票这个定力已经很厉害了所以他就持有到现在。什么40年前持有的信义区的公寓什么35年前买的那个民生社区附近的房子都是这样来的这种人才能笑到最大声。他们哪有在管多空？真的没有在管就这样。我都会先讲不然怕忘记。那个我先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在做的玩具买房阿元高雄地图，这个是我做好玩的啦。你也知道我现在都住高雄嘛没事我都跑来跑去吃吃喝喝这样，索性我就把这些 YouTube 有推荐好吃的跟好玩的都在地图上标一标真的我平常没事我也是看一下人家拍高雄美食在讲哪些店我就去吃这样然后顺便把我做的重大建设功课我也给它写上去。如果你放假要来高雄玩或是来高雄看房子都可以来看这张地图，那就可以看一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或是有哪些重大建设。你如果想要看这张地图的话，你就扫一下这个 QR code 或是点开资讯栏的连结就会看到了。你也可以在 LINE 传给别人那记得要用浏览器打开不要导引到它的 Google Map 上。 Google Map 这个 App 打开后有问题，就用浏览器看就好了那顺便再推荐一下高雄自产的房仲店，我自己是都找高雄台湾房屋美术之星店，我的房子都是他们帮我处理的超过10年了。除了一般的买跟卖以外还有其他有的没的帮忙整理装潢拉租金或是出租找租客代租代管他们都能帮忙真的我们合作很久了我跟他说好一个行情价基本上都是可以卖到这个行情价格稍微往上一点点，速度蛮快的，没事他也不会一直来就打扰我们这样。我是真的很信任他们我现在的买卖持续都还是跟他们做所以你有房子高雄房子你要买或者你要卖你要装潢什么的，那你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说你是阿元的观众那助理他们就会好好的去服务你。我自己也有加他们平常也会 po 房子嘛，我跟你都是看一样的房子真心推荐。现在就加台湾房屋美术之星的 LINE 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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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鼠5个 go 记得说是阿元观众那我也知道台北人虽然很多都跑来高雄买房子，可是台北人其实更钟情于自产台北一堆人问我有没有推荐的台北房仲，这是只能抬出我的前辈了来这个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 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台北市新北市他们都有服务新北很远远到淡水他们都有服务的，买或卖都 OK。这位前辈也是很厉害只要是台北相关我有不懂的重大建设或工程进度我也是都问他他在地产圈也是很有名主要服务高资产族群。但先说前提你要自产台北市你实力就要够，这个是全台湾最顶级的巅峰战场自备要大概500以上吧，这就是常态。好啦，台北跟高雄我最推荐的房仲我都跟你讲了那现在就加他们的 LINE平常没事的时候就看一看他们 po 的自产物件。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好，来讲八卦就是说房价如果要崩也不会是腰斩，就不会是为什么？腰斩这个词我印象中是股票来的，股票要腰斩蛮简单的嘛，对不对？我动不动都有说不定每天都有嘞那一些没有量的股票可是房地产不应该出现腰斩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的。
我讲这个话我负责任，就是一旦出现了可能，你不用到腰斩是减50%的意思呢，然后你减10%就会护盘了，政府就必须要干预了。为什么？因为有大量的贷款都在这个房子里面，你这样子给它跌下去那个大家的担保品都不足大家担保品都不足这很容易引发下一轮的金融上的动荡不一定是危机你好歹你都不要管。美国那个次贷风波，雷曼兄弟。好，讲到这里我每次讲雷曼兄弟然后底下都会有那个更懂的，不能讲他酸民更懂的乡民在说我们台湾情况跟雷曼兄弟不一样因为细节是什么？好，我知道感谢你的补充雷曼兄弟，但他归根究底就是房贷还不出来的情况。房贷还不出来的情况，一旦什么情况会房贷还不出来就是房子在跌，我就不缴了，我管他的就是这样所以不会到好歹你就跌到40%，你都不干预那我们台湾会重演台湾版的那个房贷的风波。回过头来为什么我说僵固性10%然后大家政府就要紧急就要去干预，就要去护盘了就只能这样就只能这样，不然你有没有发现失业率这个数字有点奇怪？失业率就我们寻常百姓，我们哪在管失业率了反正我有工作，我有上班我有跑 Uber， 好，这个我就不是失业人我们对失业率的认知就在这里而已。可是对政府公部门机关而言失业率很恐怖的事情，失业率的数字不能高，失业率的数字高，社会就会动荡起来会有大量的外部成本就是说警察军队都不够用而且后续要复苏会非常的困难。好，这边就是经济学相关的东西，我也不是专家我也是听一些前辈讲的总之就是社会动荡起来，外部成本太高，所以他们必须去压制失业率。失业率这个东西你在房地产大量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数字一定会相应变高什么情况房子会崩，缴不出房贷不就失业，对不对你要恶性的说我就不管，我就不缴，不是这样，那个叫零星星几件。台湾借款20年30年，真的在拖到第20年才把它还完的很少嘛。我之前看一个统计的数字，我看吓一跳，但当然是上一代的人，不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就是说那个上一代的人房屋贷款都是20年20年的那个时代，他们平均还完房贷的年限不是20，是7年对，大家都很怕欠银行钱这样好，那所以说到时候你会恶性给他放着让他倒闭的很少啦，那就是比较赶的人，大家绝对都还是乖乖继续缴房贷就没事，就会撑着。我再来用另一个角度跟你说，为什么房价不会走到腰斩这个地步刚刚讲的是政府会干预，不然社会要动荡了动荡跟那些官就有关系了。动荡的意思是说，就是一些底官社大法官住在哪里，然后这慢慢大家都就会冲过去了那个外部成本就会极端的高，警察一定不够用的，因为要去保护重要人士，而且就几乎就没了，你知道？然后街头巷尾又在那边打砸抢烧，那边零元购然后法院又准备被瘫痪什么没的，所以政府不会让房价腰斩这件事情发生再来是另一个台湾现在。我讲我熟悉的高雄不要一张嘴整个台湾我讲我熟悉的高雄高雄房子要跌10%都很难，为什么？因为投报率。我不是说这个房子之后可以卖多少投报率，而是租金的投报率，出投报率就好了。那个你有买我会员就知道我会员影片不是刚讲一集那个小港公寓小港公寓隔套收租叫高雄小港机场那边隔套收租案。我把它拿出来做个案分析，再拍在会员影片嘛。你们还没买会员你可以去买我的会员来看它是怎样？它开价卖给你的开价投报就有7%呢。你台北哪有这种东西那个卖给你开价投报就是7%房子在成交当然会杀价嘛那你杀一杀之后那个很可观呢。好，这还是2024年房价最高时候的投报率。你要它跌到50%的意思是什么？房价跌到同样那一间房子拿出来卖，此时它的投资报酬率就一年你就安安静静的收租一年投报率多少？14%快15%，干然后那不会发生这种东西的。我跟你讲，为什么不会？原因是7%就被秒了，那一间房子被抛出来，美术之星他们在抛出来，很快就不见了。
7%就这样。好，当一个收租的投报到9%的时候，你觉得你在市场中你看得到它被抛在591好好拍照吗？不会嘛，就直接被秒掉了。人家不看，反而先买再说。好，那怎么会有等到那个14%都没人理他的时候？不会有那个时候。而且就我所知，就是这种现金啊，这都现金买的啦，买来收租啦，放钱用的啦。股市获利了结以后，小港那个公寓才开多少？好像500万内，就给他买下去啊，买下去就做房东了，什么不好哦？对啊，现金买我干嘛要贷款哦？就这样，所以你那个房价在往下跌的时候，市场中所有的收租物件突然会变得更香到你很难抵挡那个诱惑。你不是中华电信1年几%，你不是00940，然后说什么每个月配息啊？你现在买一个自己也好管理的那个公寓隔套收租这样1年有7%，然后假设空租空租之后你也爱整理不整理，我们就来说1年只收11个月的租金，总共这样算起来还是很可观呢，对不对啊？这样怎么不会有人去做？这个可能你身边没有，我告诉你，我身边大家都虎视眈眈要去抢这种东西，现金买。我们在等房价跌，我操，对啊，我讲这不好听，但我们在等房价跌，一跌那种收租的东西香到爆裂，那我们就全部都转到那里去就好了。然后我原本买的什么3房2厅、2房1厅我们就继续放着放生出租没差，反正持有成本那么便宜，等到下一轮大涨再说嘛，就是这样所以台湾房价你要发生腰斩，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就不应该发生它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什么？就是跌3%啊，包租公又出笼了跌5%包租公又不知道哪来一波那么多钱，然后又出笼了然后就卡在这边，你要更便宜也没办法台湾目前房地产现状就是长这样，你要到房价腰斩真的是不懂呢，要什么情况台湾房价要确实出现腰斩？不知道呢，那个即使我现在看很多那个什么以色列、黎巴嫩直接那个导弹就把整栋大楼这样炸掉，那旁边还活着的大楼啊，你要它怎么腰斩？对啊，然后这个战事如果很快就结束的话，整个土地上的房子不是就变少了吗？对啊，因为其他都被炸掉了，那你那时候有什么便宜的理由？不懂，我想不到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留言区来讨论我看看有什么是我没想到的。